当佩洛西说出中国是全球最自由的社会之一，并不是他想取悦我们，等待着他的还有更多的麻烦。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说正事之前呢，先说明几件事儿。昨天我说的这是国内真有战忽力量，我只见过2个人，大家呢就猜了2个名字。其实不用猜，因为我说了，这些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媒体露过面，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从来加任何，意思就是这2个人名字你们听都没听说过，不是你们知道的任何人，所以根本就不用猜。另外，昨天还说到新浪微博上那个 MLRS270 那个博主，经大家刨坑挖出来，这个人可能就是著名的公知老荣。除了这次在导弹领域神吹美国的反导能力，说了很多根本外行的话以外，以前还鼓吹赞美过在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这2天一个新闻在热传嘛，就是佩洛西在美国演讲的时候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弄得大伙有点懵。美国甚至有人怀疑佩洛西肯定是在台湾被人干掉了，然后调了包换了一个机器人回来。估计说这话的哥们儿最近在看美国 HBO 电视剧《西部世界》。还有人说他去了一趟韩国，皮肤都比以前好了，这个呢倒是不奇怪。当然，佩洛西是不可能对中国表示友好的，这里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分析着看。首先，他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为他只能这么说，除非美国国会和政府彻底进行政策调整。而且美国说的一个中国一直就是跟我们玩文字游戏，一个中国到底包含不包含台湾呢？所以别以为佩洛西这次是改邪归正。至于说中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现在已经明确了，他是口误。他的英文稿中现在已经改过来了，把那个位置改成了台湾。而且呢，结合他发言的上下文，也不难看出他一直在攻击大陆，力挺台湾。但是口误一出，就已经引起了骂声一片，而且据说推特上已经吵的是热火朝天了。建军节那一天，我就说佩洛西如果去台湾，可能会给他的政治生涯增加一个特别大的麻烦，而且等他安安稳稳回到美国，还会把麻烦传播到美国国内。很幸运，这把我蒙对了。佩洛西回国以后，确实围绕他的言行，美国国内出现了激烈争论。首先是老头跟老太太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佩洛西声称自己是代表美国政府去的，而白宫还有拜登再次表示这是佩洛西的个人行为。而现在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还有东盟各国表现来看，由于各国都知道这个时候中国是震怒，所以各国最多只能在口头上表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习的一种担忧和不满，但是谁都不敢和美国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欧洲呢，一群议员嚷嚷着要去台湾，但是英国外交部长还表示，政府高级官员，比如首相部长，通通都不可以去。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面对记者提问，只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确实和过去的自由党政府有很大区别。毕竟一个中国不仅仅是中国的红线，也是联合国决议画下的红线。这条红线踩了以后会怎么样？佩洛西已经做出了充分的验证。而且呢，解放军宣布演习不会马上停止，还要常态化以后，向台湾方向南下的美国里根号航母又掉头向北，好像要缩回日本。看来美军是想等解放军演习彻底停止之后再南下，不想靠近我们的演习区，避免误判引起冲突，表现的也是非常谨慎。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现状证明佩洛西实际上是掀开了美国及其盟国反华联盟的底牌，反衬了解放军的实力和坚决态度。美国媒体甚至报道，在北京大街上进行街头采访的时候，还遇到一个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感情的老百姓。这个老百姓呢，是带着一种欣赏和戏谑的态度，称佩洛西为佩洛西同志。为了掩盖一个政治丑闻，佩洛西果然用了最笨的办法，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污点。而民主党丢分，恐怕更需要打击共和党的名声，在公众面前拉一个平衡。也许第一招就是刚刚发生的，让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的住宅。眼看着美国这是要把情报机构变成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好，关于佩洛西说中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是怎么回事，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